motto of my first platoon was those who long for peace must prepare for war. It captures a simple yet profound truth. To ensure peace, we must prepare for war. 海格塞斯他的座右铭就是渴望和平的人必须准备战斗。他说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想得到和平，你必须时刻准备着打仗。从人类历史上来看，他说从罗马时代一直到美国的战争部第一任部长是华盛顿，都是这样的一个理念。From this moment forward, the only mission of the newly restored Department of War is this: warfighting, preparing for war and preparing to win. 所以他说，从此刻开始，他说军队的唯一的使命就是战斗，时刻准备着打仗，并且要准备得胜。其实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要以战止战。Not because we want war, no one here wants war. But it's because we love peace. We love peace for our fellow citizens. They deserve peace, and they rightfully expect us to deliver it. Our number one job, of course, is to be strong so that we can prevent wa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resident talks about it all the time. It's calle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他说我们并不是热爱战争，在座的各位都不喜欢打仗，但是如果我们渴望和平，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必须要勇敢地面对战争。而且他说美国的人民也理应拥有和平，而且美国的人民期待着他们的军队能够给他们带来和平。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他们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军队。所以一支强大的美军就是给美国带来和平、带来平安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只有拥有强大的军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争。他说，川普总统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以实力求和平。And as history teaches us, the only people who actually deserve peace are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wage war to defend it. 他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那些为了捍卫和平而发动战争的人，才能够真正配得上和平。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这样勇敢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和平。那他这个说法呢，确实有一点挑战人们传统的观念。一般的来讲，都是防止战争，以防御为首。但是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为了和平而主动的发动战争。That's why pacifism is so naive and dangerous. It ignores human nature and it ignores human history. 我相信他的这句话呢，可能会招致某些人的反对，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和平主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口号。之所以和平主义是危险的口号，就是因为它无视人的罪性，也无视人类历史的教训。那海格塞斯他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有点振聋发聩，他告诉我们，川普总统他的治军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认知。他们捍卫和平不是坐着等着别人来侵犯，而是根据国际的形势来判断，也可能他们自己会主动出击。那海格塞斯在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和平主义，那所谓的和平主义就是认为一切的形式的战争，一切的军事力量和暴力都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和平主义认为和平必须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争取。也就是说，和平主义反对一切的战争，主张裁军，认为报复和武力抵抗只会带来更大的仇恨和冲突。也就是说，和平主义认为，即使是面对攻击，也要选择忍耐、妥协，通过谈判进行化解。那这个和平主义有几个不同的流派，一个呢就是从宗教出发的，比如说有些的基督教派，像门诺会、贵格会，他们坚持不可杀人，强调爱仇敌，他们拒绝参军，拒绝拿武器。好像美国有一个电影，里边有一个基督徒，他就拒绝上战场。还有的所谓的绝对和平主义，
就是反对一切的战争。还有一个所谓的相对和平主义，这个认为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不道德的、不公义的，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说自卫，是正义的。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如何来看待战争？在新约里边，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但是呢，在罗马书里边，保罗告诉我们，神也设立掌权的，不是空空的佩剑，就是要在地上伸张正义，刑罚那些恶人。所以海格塞斯他的思想并不是不喜欢和平，而是客观的来看如何能够真正的获得和平。如果按照和平主义这样的理念，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和平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从来没有像和平主义的那样的人能够真正的获得和平。这样的思想，他们得到的就是被侵略、被压迫、被杀戮。所以所谓的和平主义就是一种幻想，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海格塞斯说，和平主义是无视人类的罪性，也无视人类的历史。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也是同样的，朝代的更替没有一次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而且人类的罪性就是欺凌弱者，因为人的罪性不认识神，不可能按照神的心意伸张正义，同情保护弱者。人类的历史上，弱者从来都是被欺负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想真的拥有和平，唯一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要强大起来，拥有一支别人不敢小看的军队，这是能够得到和平的一个唯一的保障。海格塞斯最后他说，只有那些愿意为捍卫和平而发动战争的人才配得拥有和平。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激进呢？其实我个人接受这样的说法。从战争的角度来说，一味的被动，其实呢有时候会失去战机。那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开始呢就是等待观望，最后呢被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贻误战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每个人都看得到。当时美国就是犹豫了，当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个时候才醒悟，才开始反击。但是呢，这个损失已经造成了，在夏威夷那么多的美国的军舰、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军人都被这场突袭消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另外，我们看在旧约里边，神也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经常主动出击的，攻击敌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势如破竹，当然是神的大能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一路上攻城掠地。但是呢，这一切其实呢都是在主动进攻的。如果他们停在那里，没有主动出击，他们不会得到，不会占领那么多的土地的。所以说，是不是主动出击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而在于你所攻击的对象它是不是邪恶的。从我们的信仰来说，就是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就应该去做，因为神不会犯错误，神的旨意永远都是最好的。所以神让以色列人他们去攻击敌人，那就是正确的，就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终极的标准，神要人做的就是公义，就是合理的。总之呢，这次海格塞斯是给这800个将军上的这堂课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可以说从军事思想上给他们一个崭新的开启。因为现在美国所面对的这个形势，就像海格塞斯他说的，他们的时间非常的紧迫，不能再耽误时间。那海格塞斯呢，他还谈了很多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提高战斗力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我觉得海格塞斯他这次的演讲有很多的亮点，我会分几次的视频和大家分享。